下体异物嵌顿，需要立刻手术。宋医生，患者男，情况紧急，玩的太花了，被佛体鳗鱼咬伤了。另一位女士被鳗鱼卡住了下体。宋医生，病人点名不让您主刀。来医院是治病还是选妃的？能解决问题就行，挑什么医生？今晚泌尿科就我一个医生，他没得选，让开。林飞，怎么是你？这条鳗鱼是我带回去的那条。林飞，我买了条鳗鱼，晚上做个鳗鱼饭吧。我着急上夜班，你做好放冰箱就行。我先走了啊。走啦。那个男人婆带了鳗鱼，宝宝，人家最喜欢吃鳗鱼饭了，你晚上做给人家吃好不好呀？你们怎么回事？我都说了不让他来了啊！我要投诉，我要投诉！你别乱来啊！这是医院。他们认识？何止是认识？你看宋医生那眼神，要杀人！你疯了！例行检查而已，你要是不愿意就自己出去。不过我现在是唯一的主刀医生，放弃治疗的话，再过2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切了。病人无异议，准备气血。你别乱来啊！你疯了！你轻点儿！嫌疼就不要干脏事儿。脏，宋姨娘，你脏，你最脏！一个女人天天摸男人下体，我呸！就因为你这个工作脏，所以我才这么干净的，出去卖的都比你干净。宋医生，别冲动。手术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我呸！我不想好了。我告诉你，想要挽留我，就把你们医院新器械的采购名单签到我们公司，就算补偿我的经济损失。臭泥鳅沾点盐水，还真当自己是盘海鲜了。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剩下的收尾工作你们做，我先走了。孙宁，你这个年纪大、脾气臭的老女人，除了我，谁还能看得上你？男人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都会觉得恶心吧？你要现在认错，我还能考虑考虑。你那被鳗鱼咬烂的小鸡，还是自己留着炖汤补补吧。男人对我没兴趣，老娘专治不举。找我看病的男人，从门诊部排队排到住院部，1个月以内，我必找到比你好1000倍、10000倍的男人，让你看看。你，孙家，听说了吗？妇科要空降个副主任，希望别是难搞的老古董。听说是院里最年轻的医学博士，妇科圣手。咱们这儿不也有个圣手？可惜呀，太优秀，把男人都比下去了，没人敢要。雪松味的香水，有点品味。嗨，亲爱的粉丝宝子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医院风情大片。看我身上的这身制服，是不是超级有护士小姐姐的感觉呢？一会儿啊，我要是看到帅哥医生的话，我就去跟他互动。看什么看？你个老不正经的，穿成这样，下贱！
生哥哥，素彩来了。这里是妇科，心悸胸闷，请到心内科去。你好歹也是医生。第一，医院禁止非医疗目的拍摄。第二，根据你身上的气味初步判断，很可能伴有细菌性阴道炎，建议做白带常规。请右转，挂号取样。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没眼光。这是新来的沈主任吧？听说开着帕拉梅拉来的，人家还是来基层锻炼的太子爷。又帅又多金，那我必须拿下呀！这么贵的房租就这隔音，这18楼住的什么人？还没完没了了是吧？干什么呢？动静小点儿！干什么呢？施工还是找人呢？你你们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大半夜的，吵死人了！我一个人住。一个人能搞出这么大动静？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在裸聊呢吧？这么卖力，该不会是不行吧？看来这是被我说中了。那个，我正好就是这方面的医生，我懂。不过干你们这行的还是要节制些，不然迟早把自己玩坏。我这行，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倒是你穿成这样，半夜敲独居男人的门，这搭讪太离谱了。我搭讪你？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是来投诉噪音的。你们楼上天天晚上鬼哭狼嚎的，干了点什么自己心里没数，迟早把自己搞废。跟你没关系，出去。放开我！你们搞出这么大动静，你不知廉耻，你还倒打一耙！看够了。我不是故意的，是你先动手的。你居然对我臭流氓！哎呀！闺蜜救命啊！我们楼上居然搬来了一个鸭子，她天天晚上上夜班，那动静大的恨不得把那楼板都掀了。这还不算啊，你知道吗？我刚刚上去找她理论，她居然对着我起反应。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员工会发的，让我们给别人做健康科普。借口挺多。你什么意思啊？思想别那么龌龊行吗？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指指点点的人，迟早来我们科排队，求我治好你的阳痿。你似乎对我的身体状况很关心，这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习惯，
还是说，针对我个人的某种暗示？跟你这种脑子里面只有黄色废料的流氓没法沟通。出了一身汗，一会儿我去换件衣服。宋医生辛苦了，这台手术要是没有你支援，我真是没把握。哎，你听说了吗？新空降的那位沈主任才来了2天，院草的头衔就易主了。谁呀？你眼里除了病人和论文，还有啥？就是妇科新来的那位圣手，据说还单身哦。单不单身的另说，我打听过了，这次继承主任医师全院只有1个名额，他这个节骨眼上空降来的，摆明啊就是冲我来的。得了吧，人家是妇科，你是泌尿科，都不是一个赛道。要我说啊，你还不如把他追到手，这样人和职称就都是你的了。哎呀，少来吧。别不信，你先去换衣服，等会儿我带你去公示栏看看，保证让你春心萌动。沈书明，等等，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有事？你是医生？跟踪到医院来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是来上班的。上班时间便服，没有工牌。医院是你家开的，管那么多。哼，你装什么呢？真当这是你家医院啊？沈书明，我告诉你，你能不能别欠揍我？沈主任误会，宋医生真是我们科的，他刚才下了一个大手术，衣服都湿透了，正准备换衣服呢。他的证件在这儿，喏。泌尿科副主任，我院的计生标准看来有些宽松了。沈书明，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你昨晚说我的问题你能治，是真的？神经病！他昨天确实让我有了反应，难道他真能治？导师，我按照豪门太太培训班教的，已经主动出击了。你那个沈医生根本不吃这套啊，冷得跟冰一样，还跟我说什么对女人不感兴趣。哎呦，亲友，沉住气了。我刚收到那部消息，这位沈医生可不简单咯，他是元成医院大股东之一，未来董事长的继承人，来继承只是走个过场啦。真的？这云城医院可是背后有大财阀的。所以啊，要有耐心咯，越是这种高段位的男人，越爱玩欲擒故纵啊。你的条件加上我教你的斩男3步法，拿下他这是时间问题。明白，谢谢导师。沈医生，我今天心口好闷呐，你帮我好好检查一下呗。主诉胸闷，去心内科做心电图。人家就要你看嘛。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请你自重，并遵守我院诊疗规范。沈医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沈医生，如果你的特殊诊疗结束后，麻烦移步，我们有一个正经会诊。
走。那我呢？这位小姐，兄们去3楼。沈书明，我看上的东西，可从来没有失手过。哼，我们走着瞧。上班时间上演制服诱惑，您还是再学习一下本院的医德规范吧。他是患者，行为越界我已明确拒绝。倒是宋副主任似乎对我格外在意。才没有。说吧，会诊情况。患者女张春花，40岁，产后8个月，持续性压力性尿失禁，盆底肌评估极差。我们科负责排尿方案，你们科负责盆底肌修复，拿个方案吧。然后你看，首先啊，这里接个电话。喂，妈。宋依林，你王姨姑娘的娃儿都能打酱油了，你刘叔叔头娃儿2婚都办完了。你今两个再不领回来个活的，过年你都莫进那家门，现在立刻去给我相亲。宋医生，像你们泌尿科的大夫，天天摸那玩意儿，是不是早就对男人没兴趣了？李先生，在医生眼里，患者的人体器官只有健康、亚健康、病态3种状态，没有其他想法。其实，我对你们这种见多识广的挺感兴趣的。以后啊，你们院里来了那种模样俊俏、身材好的男病人，就偷偷拍张照，发给我呗。李先生，既然您是这样的性取向，又何必坐在这里和我相亲呢？其实，人都是需要社会身份的，不是吗？就像你，不也是因为父母催得紧，才需要个男人吗？我呢，也需要一段稳定的婚姻，和一个拿得出手的太太。我们各取所需而已。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当同妻的需求。宋医生，你就别假清高了。就凭你这职业，天天摸男人下面，哎呦，在相亲市场上还有多少选择啊？我能给你这个机会，你就知足吧。那也轮不到你一个靠欺骗婚姻来掩盖性取向，并且口臭到可能患有重度幽门螺旋杆菌的人来指点我。宋一娘，你他妈的别给脸不要脸！天天摸男人那玩意儿，我不嫌弃你，你就敢再得吧！我建议你去消化科好好看看，治治你的幽门螺旋杆菌。你这口气比我们泌尿科的味道还冲！贱人，你说什么？颠公，懒得理你。父母身体条件要是还行的话，抓紧时间再要一个吧。闭嘴！我娘！沈书明，沈书明，持刀行凶还报警！保安，保安！哎呦！我是想吓唬他，你别胡说啊！你们要干嘛？哎，不要过来！哎，放开我！你记住，是法律保护了你，不是我的素质。哎，放开我！放开我！伤口有点深，但是好在没伤到肌腱和主要神经。没想到你下手还挺利落，反应也快。
练过啊？简单防身术，医疗纠纷的时候保命用。我好像总是在给你添麻烦。你是想说谢谢吗？谢谢。不客气。那个，我去拿点喝的。你受伤了，就喝这个吧。沈书明，你说我是不是真的特别没有魅力？你喝太急了。我摸过的小兄弟，可能比很多人这辈子见过的都多。可那又怎样呢？我靠我的双手吃饭，我治病救人，凭什么？凭什么？那些垃圾也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脏，说我不配。但是，你这不是挺认真的吗？宋娘，你喝多了。胡说！我酒量好得很。你别以为我真的喝多了，你还真狡猾呢，这样子哄女孩子。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行，但对你不一样。那个好了，你不清醒，睡觉吧。我不听话。哼，沈淑敏，我这辈子最讨厌听到听话这两个字了。可能我真的也不是什么好女人，就像你现在受着伤，可怜兮兮的坐在这里，可是我呢，一点儿也不想心疼你。来，比比看，看谁酒量好。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你确定要这样吗？ makes me feel so warm inside. In the kitchen, slow dancing. We're alone tonight. 沈淑明，我真的这么没有魅力吗？你为什么躲我？I could spend my life waking to those green eyes. 你看清楚我是谁，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沈淑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沈淑明怎么在这里？沈淑明，这个趁虚而入的混蛋！
沈书明，这个趁虚而入的混蛋！给我滚出去！我只是出去！完了，宋一鸣，你完了！宋一宁，你到底给我下的什么药？不行，你还没清醒，我不能这样。你又出血了。没关系，你先睡觉。这血是他的，我们什么都没做。哎呀，宋怡宁，你都干了什么？你不仅强吻了人家，还害得他伤口裂开，最后还骂人家是混蛋。哎呀，要不我带份早餐上去，就当谢谢他昨天帮我，顺便再把这个尴尬的事翻篇。他醉成那样，应该什么都不记得吧？那再见面，我是不是应该更自然些？可他万一还记得呢？要不我带份早餐去探探风口？沈医生，好巧啊！你也住在这里呀？沈医生，这真的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呐！你和我居然是邻居哎！抱歉，我有事。你别着急走嘛，邻居哥哥，上次在医院呢，是我不对，我正想着找你道歉呢。你看，这缘分来了呀，是挡也挡不住呢。许小姐，请自重。许小姐，请自重。原来如此，他有女朋友，怪不得昨天反应那么奇怪，渣男。得罪了。沈书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宋医生，沈主任，有事儿？关于昨晚还有今天早上的事，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需要澄清。误会？您和您女朋友的事情不需要向我澄清。我想说的是我们之间的事儿。我警告你啊，别碰瓷儿！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现代社会，难不成你还想让我为昨晚的事情负责？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想说的是我勃起功能障碍的事儿。只有你能治。我多余在这跟你浪费时间。我是认真的，我试过了，你是唯一的例外。你这人傻乎乎的，还挺可爱。喜欢那个女医生，我绝不会把这么好的神散出去。沈医生，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我好像发烧了，家里有没有药？我一个人好害怕。我帮你打120。你没事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帮忙扶我进去吧。我们去医院。不要，去医院好麻烦，买药也要等。我只是想喝一口水，你帮我倒一杯水就好。沈医生，医者仁心，你不会见死不救吧？就一杯水。哎，头好疼啊！你要的水，我走了。哎，等等，沈医生，我家的猫好像也不太舒服，最近都没有精神，你帮我看看呗。我不是兽医。哎，沈书明，我要是出点什么事，邻居们会怎么说你？见死不救的冷血医生。我就是想让你帮我看一下小猫嘛，就一眼，以后我再也不烦你了。猫在哪儿？在卧室，我现在就去抱它，等我呀。性感的小野猫，生病的小野猫。哎，你别走嘛，我可以换。无聊。你是不是要走？乖乖的，我保不齐会对宋医生说些什么呢？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就乖乖的坐在沙发上，等我。大，怎么样？也信吧。请回动物园。行，不喜欢我换一套。现在呢，刺激的办公室恋情。不买保险。再换。哼。哥哥，喜欢可爱的吗？许小姐，性感有底线，不能做违法的事情。这样总行了吧？制服诱惑。许小姐，你是在提醒我，与其在这浪费时间，不如回去加班吗？都这样了，你还没有反应？你还是不是男人？我对女人没兴趣。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对我没有兴趣的男人，除非你不行。你说的对。哎，这么烂的借口你都用啊？哼！哎，是宋医生啊！我们刚刚声音太大太吵，对不起啊！我都跟他说了，叫他声音小点儿，别吵到你。可他就是不信。你闭嘴！行了，别晃了，有空去查查吧。最近很多假体都出事儿。你说什么？我可以解释他，是他先勾引我的，我什么都没做。渣男发言不能更典型了。沈书明，我一点都没冤枉你，你就是个大烂人。哎，宋医生他是不是误会了呀？都怪我。许潇，你闭嘴吧你！我的屁股，哎呀！你干什么？放开我！跑什么？昨晚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事实摆在眼前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事实就是，无论她多性感，胡说八道是。听我解释，我的病只有你能治，所以我想跟你建立一种长期、稳定且独一无二的治疗关系。我还有会诊，先走了。放开我！把话说清楚再走，行吗？你说，我们的关系，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什么关系？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疯子！现在可是评职称的关键时刻，他肯定是想干扰。又来了，第几次了？小张，那个沈主任最近常来这边啊？好像是比之前多一点。说起来，最近看到你就能看到他。你们有跨科室会诊的病人吗？对，是有几个。我们科最近哪有那么多妇科主任亲自跟进的会诊啊？喂，乖乖。喂。对啊，就是那个沈淑明啊，他现在天天跟幽灵似的，我走哪儿他跟哪儿，还给我买咖啡。就晚上查房的时候，恨不得每分钟都从我房门口经过，太反常了。宝儿，你这还看不明白？这绝对是在侦查你。你最近要评职称，他这是在收集你的错处。等你露出破绽，就来一个一击必杀。有道理，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同事，他还知道我那么多囧事儿。他肯定是想逼我主动退出项目，或者找机会干脆把我踢出医院，真是最毒男人心啊！没错，防火防盗防沈淑明，你可千万别被他友好的表象给蒙蔽了。放心吧，我对我自己的论文有绝对的信心，只要院里的领导公平公正，赢的一定是我。他想跟我抢晋升名额，没门儿！喂，妈。今天有个老乡去找你，你要好好招待人家，合适的话就处一处。这里是医院，我招待什么？进。你妈让我给你带个话，都是一个村的，你上点心。这么个招待，哪里不舒服啊？你这手法挺熟悉啊！一个女的为啥子泌尿科？难道你喜欢看男人的那个东西啊？你这里有个明显的异常增生。你觉得我咋个样？能满足你吗？这里是医院，请尊重你的医生。难怪没人要你，你妈说林飞受不了你这个臭脾气，所以在外面找。我会根据你现在的情况给你开个后续的检查单，你需要重视你的病情。装啥子清高啊，穿个白大褂人模人样那么高冷，别让你妈在村里挨家挨户的给你找男人装货。又不是我让他去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症状，但是具体的还要看检验结果出来才能够确认。我给你开个后续的检查单，你先去3楼的检验科排队吧，做一个性病筛查全套。你他妈在说啥子？是哪个都那种脏病了？看哪个都有病。根据你的检查结果发现的前列腺质地异常与典型压痛，再结合上你的描述，我高度怀疑是淋球菌感染或非淋感染。让你去做筛查是基于你的病征与体征，
不是你那漏洞百出的人品。李子妈，李子妈是哪个？你要投诉他？对，我要投诉了。我说是他，不是你。哎呀，你有病啊！老子要投诉的是他，让开！我找你们领导去。你信不信啊？老子连你一起告！让开！松开！算了，我不投诉。啥子玩意儿？等我回家马上发帖，看你们哪个办。随便发。你那张前列腺异常的就诊记录，还有建议你做性别筛查的备注，我会打印300份，寄到你们村的每家每户。如果我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今天的任何事情，还有所有的谣言，不管是不是你发的，我都算你头上，并立照记。手机。拿来。挂号费给你退了，以后不许来这家医院。撞鬼了，老子欲求得到哦。好大呀，他身材这么好。那个，刚才谢谢啊。不客气。虽然你刚刚帮了我，但是一码归一码，评职称的事情，我是不会让你的。你是觉得我会影响你升主任的名额？那你好好加油，你很有希望。王主任，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电话联系。那你总得接我电话呀！你别忘了，比例强也有你的一份。我现在不管这个事儿，你得去找李副院长。再说了，你去找宋一宁帮你跟患者推荐推荐，这不就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宋一宁，一宁，一宁，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复合吧。贝丽强这件事，你真得帮帮我。你再纠缠我，我就在走廊大喊：“快来参观鳗鱼阁！”你，李副院长，李副院长，一点薄利，拿着，有空看看我们的产品。医院的采购是有流程和规定的，歪门邪道可要不得。再说，如果你有好产品，何必用鳗鱼呢？这可是新版，真的很不错，你给个机会吧。林先生的事迹已经在我们医院传开了，现在可是我们医院的名人，但风评很是不好。医院肯定不会选择一个有争议的供货方来影响我们医院的名声。可是我这……你呀，就不要说了，我们肯定不会跟你合作的。李副院长，这生意没法干了。宋一宁，你给我等着，我少不了你。一夜夫妻百日恩啊，就我受不太合适吧？你要干什么，林飞？你疯了！因为你，我现在在这家医院已经出名了，人人都在嘲笑我，我以后怎么做生意？你脑子被鳗鱼吃空了，你做不做生意跟我有什么关系？鳗鱼，都怪你非得买这个鳗鱼，把我害得这么惨。你要不要点脸？没有人逼你去和别的女人用鳗鱼搞情趣。因为你，我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公司也破产了。
你必须给我付出代价。我公司的新品倍力强，你必须帮我运作运作。只要能上采购名单，事成之后，我保证给你这个数。我倒是听患者提起过，有一个黑心小诊所给他们推荐了一款设计有缺陷、材质不安全、价格贵的离谱，还毫无使用效果、不良反应报告还一大堆的产品，好像就叫做倍力强。原来是你做的，果然，什么人做什么产品。你什么意思啊？人烂，产品更烂。你这个贱货，还不是怪你！谁家的好女人整天摸几十个男人下面，我的福气都快被你败光了，所以事业才会越来越差。对不起，我错了。你同意了？我错了。你这人就该待在动物园。人类进化的时候忘了把你带上了。你这个臭嘴，我打死你！你这个臭嘴，我打死你！没事，有我在。打人了！医生打人了！快来人啊！没天理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公然侮辱他人，处拘留或罚款。你是自己走，还是等着警察过来带你走啊？不是说好不追究的吗？医生也骗人啊！我改变主意了，对宋医生出言不逊，试图动手，这笔账我会亲自跟你算。至于赔偿，我的律师会联系你。宋姨娘，我跟你没完！谢谢你啊，沈医生，又救了我一次。我要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向我展示你最脆弱的一面。那沈医生，今天晚上有空吗？宋医生，许新瑶，我还有会诊，没时间和你闲聊，请放手。别这么冷淡嘛，我是有个小小的问题想问你，你就帮帮我嘛。许新瑶，你的这副表情和语气留着对付男人用吧，我是医生，也是女人，免疫。哎，宋医生，如果伴侣有功能性的障碍，会不会影响感情呢？从大数据上来看，这确实会成为一段亲密关系中需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现实问题。果然，像沈医生这么专业的人士，都不能接受男人不举啊。但是勃起功能障碍成因复杂，心理性、器质性都有，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去明确病因，对症治疗。如果是真心喜欢的人，也是可以接受的。明白，谢谢宋医生，那我就先走了。Amy 姐教的这招以退为进，坚韧打击果然厉害，学费真没白给。宋一宁，就凭你也想跟我抢？沈医生，帮帮我！我下班了。这次是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有人跟踪我，帮帮我就送我到医院门口，打辆车嘛。走吧，我送你出去。只能送你到医院门口。我太害怕了，对不起啊。
果然，像沈医生这么专业的人士，都不能接受男人不举啊！邻居哥哥，我家水管爆了，弄得到处都是，我好怕呀！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水管还挺懂事，一点没弄到你身上。哎呀，我好命苦啊！我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的，家里到处都是水。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就只能睡地板了。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到。好想谈恋爱哦，也想爷奶奶。哒哒哒哒哒。哎，沈哥哥，你终于来啦！沈哥哥，你给我开门说清楚！居然找个修水管的来敷衍我！你给我出来！给我说清楚！又吵什么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给我出来！你怎么才来啊？不是让你买点东西上来吗？啊？我女朋友回来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扰民了。你女朋友？你骗鬼呢！我刚刚在楼下还看到她，我才不信呢。谁规定情侣就要像连体婴一样，时刻连在一起？来。沈书明，谁是你女朋友？权宜之计，假扮一下。不行。林飞，你有完没完？装什么清高？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老子找你复合是看得起你，除了老子，谁还能要你这个烂货？你当你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有未婚夫了，他比你好1000倍、10000倍，别再骚扰我了。我甚至现在就能让你和他说话。我告诉你，以后别骚扰他。我其实觉得你刚才的提议也挺好的，我们干脆假扮一段时间情侣，你帮我当会儿渣男，也省得你被隔壁邻居骚扰。女朋友啊？算了，你当我开玩笑的，这对你来说太为难了，当我开玩笑吧。可以，我说可以，我同意假扮情侣，但是相对的。我们要进行排练，避免穿帮。排练。沈主任，你很闲吗？沈主任今天居然来食堂吃啊？吃这个，这个不甜。是甜的呀。你有病啊！哎，你们看，那是不是上次那个鳗鱼哥？走吧，我拿着饭盘，你揽着我。宋姨娘，你居然敢背着我勾引男人！宋姨娘，
你给我站住！这么快就勾搭上男人，你对得起我吗？放开！从你因为出轨出名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分手了。亲爱的，我们走。放松点，你现在像个压犯人。说明这个还得多加练习。那晚上加个班。你哎，这么大人会不会看路啊？美女，不好意思啊，我要不请你吃个便饭吧。穷酸鬼还想勾搭我？做梦！不用了，算我倒霉。哼，你给脸不要脸，出来卖还装什么？呸！宋医生，瞧你这脸色，昨天相亲又没成吧？我早就跟你说过，小姑娘家的，眼光别那么高。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家那侄子就很不错呀，虽然离过婚，但男人踏实才最重要。您是说您那个肥头大耳、年纪轻轻就地中海、顶着个酒糟鼻，在外捞油水被通报，回家打老婆闹到警察局，前妻到现在还躲在外地的侄子，你管这叫踏实？都是谣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睡不睡谣言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好的一个实在人，您自己留着二婚用吧。你，宋一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对需要靠贬低他人来找到存在感的上司就这个态度。与其操心我嫁不嫁得出去，不如多看看最新的诊疗指南，免得下次开会又被问这些低级问题。你给我等着你！好啊你！宋医生，大事不妙！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宋一宁学术不端，我们医院不能让这样的人晋升主任。这个王主任又找宋医生的茬。先听听看。宋医生的这篇论文看似数据漂亮，但实则上他的流程上有着严重的瑕疵。论文里引用第37号病例，术后3天，第24小时漏尿量的记录为350毫升。但我查了原始记录，患者在当天下午2点20分有一次200毫升的自主排尿量。然后呢？然后，宋医生，你这24小时的数据采集是从前一天的几点到第2天的几点？是从前一天的。那这200毫升的尿量是算作自主排尿量，还是算作漏尿量？这个数据是我从数据采集标准模糊不清，已经证明了你不配做一个医生。这个事情我能解释。解释？你解释什么呀？像你这样学术不端的医生，还想升主任？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被赶出手术室。你还让不让人说话了？术后24小时尿量监测，国际上流行的标准是从手术室结束返回到病房开始计时，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就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我所统计的24小时漏尿量是从前日的15点20到当日15点20的总量。你刚刚所提到的14点20那次自主排尿，完全包含在我统计的时间范围内，并且那200毫升应该正式计入到自主排尿，而非漏尿量。原始护理数据与我的数据完全一致，并无任何矛盾。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卡我的论文？你反了你！你敢顶撞领导！沈院长，院长。哎，院长，院长来了吗？啊，沈主任，我口误了。这是宋一宁的论文。论文第4页引用了国外最新的指南，明确指出术后24小时尿量检测应包含自主排尿量以及膀胱功能恢复。宋一宁的处理方式完全遵循该标准，你对这点有什么异议？没有啊，指南归指南，咱们医院也有咱医院的流程，是不是？好，我们暂时不讨论指南与流程的优先级，看论文的第7页的统计学方法，采用了最新的混合效应模式，显著提升了结果的可靠性。可您质疑它的数据造假，莫非你对国际标准有自己的解读？没有啊。既然无凭无据，你当众说宋医生学术不端，
究竟是对宋医生个人有意见，还是对我院学术更有意见啊？没有。既然流程有争议，那就按正规学术审核流程重新走一遍。3天内，请组织院内专家小组复审，出面书面建议。你说呢？是，沈主任，您说的对，我这就去准备标准流程。走。你还挺厉害，谢谢你帮我说话。不过跟王主任杠上了，这次评审多半是过不了了。咱们打个赌。赌什么？如果你论文顺利通过，答应我一个要求，反之亦然。任何事？任何事。敢吗？幼稚。那，同意晋升。沈书明真是神啊！竟然过了，太好了。宋医生，你贴的有点紧。所以赌约我赢了吧？赌约？宋医生，你该不会想赖账吧？愿赌服输。说吧，要什么？我想要你。沈哥哥，好巧呀！举那么高还说不举，骗子！看来上次没找他 CP， 下次一定把他拿下。哼！喂，导师，上次我和你商量的事情怎么样了？对，联谊会。沈医生，不好意思啊，之前多有得罪。这是医院内部的活动，你怎么进来的？我男朋友是心内科的张医生啊，你们俩是见过的，对吧，亲爱的？是的，沈主任。沈医生，这杯酒就当做赔罪了。我先干为敬。那不必。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我都已经下药了，为什么还是不行？我得找人来帮忙，我就不信拿不下你！哼！哟，小情侣可真甜蜜啊！才分开这么一会儿就想了，赶紧去接电话，我们可不敢多留你。喂，沈书明。沈书明，你在哪儿？你怎么了？周围很安静，在客房区。别怕，我马上过来。那可是最猛烈的药，你真是个废物哎！要不是见过他对宋医生起反应，我还以为他真的不举呢。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沈书明，你没事吧？你醒醒，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被下药了，我不能趁人之危。求你别走。希望你醒来别后悔。只有你能帮我。
不是意外，不是药，是他，是我的身体，比我的心早早做出了选择。沈书明，你听我解释，昨晚那件事情是个意外，你是被人下药了。我只是为了帮你，绝对没有趁人之危的意思，你千万别误会啊！误会什么？你跑什么？你跑什么呀？沈书明，你不会还要吧？我现在这样算行吗？少来这套！沈书明，你不是说你对女人没反应吗？大骗子！你的医德呢？你的冷静自持呢？遇到你之前，宋姨娘，这句话是实话。我很高兴你选择了我，或者说是像命中注定一样，你是我的特效药。昨晚的事回头再说，我先去上班。请假嘛，不要上班了。不行啊，沈书明，你放开我，我要上班，你也要上班啊！请假。沈书明这个王八蛋，属狗的嘛，骗子，还说自己没经验，力气那么大。你是我的特效药。宋医生啊，宋医生你这个恢复的真不错，病灶清除的也很彻底，后续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定期体检就好。恭喜你！您看我体检报告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我没事了，非常感谢您。病人重获健康，对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快乐。宋医生，您真是神医啊！我跑了那么多医院都治不好，几个疗程下来全好了。也是你自己积极配合治疗，我也没那么神。宋医生，我加您个微信，这以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咨询或者复查预约，能方便一点。也行。不过提前说好，工作时间消息回复的不及时，重要情况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明白，谢谢宋医生。医院内规定，非紧急医疗不建议医护人员和患者交换个人联系方式，尤其是社交软件，这样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潜在风险。你的复诊结果良好，后期如果有疑问，可以通过医院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或者是拨打科室电话，这样对你和宋医生的权利都有好处。好的，是我考虑不周。那宋医生，我先走了，谢谢宋医生。沈医生，你刚刚是在吃醋吗？宋依宁，宋依宁，是刚才那个患者心跳加速，明显是心肌梗塞。我这是基于潜在风险评估。编，接着编。他看你的眼神不清白，我不喜欢。我吃醋了。沈书明，是你的高冷人设出厂设置故障啦，还是说你偷偷升级了撒娇软件包，还没调试好？系统运行正常，只是针对不同人群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风险预警以及独占式防御协议。就会拿话哄我。
他居然会那样笑，他居然会为了宋一宁吃醋，还说出那么幼稚的话。凭什么？宋一宁他凭什么？是我要宋一宁身败名裂，生不如死。看来沈医生的系统故障还没修理好啊，连实习生的活都抢着干。关于这个指控，或许需要重新近距离校正一下，这样才能准确的检查元件故障。孙医生，我来看你了。姨娘，这一天我想了很多，我混蛋，我不是人，我特意过来给你道歉。你看，我还专门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水果。嘿嘿嘿，来，不要动手。林飞，这是我的办公室，不是你表演深情的地方。拿着你的东西出去。姨娘，我知道你们科室最近在评估一批新器械，我们公司的倍力墙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对你科室都是一件好事，也算是我对你过去的一种。我们两个的事跟你个外人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是她男朋友，你才是外人。姨娘，他对你就图个新鲜，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为你铺路的人呢。你的真心烂透了，你的铺路就是踩着我的职业道德底线往上爬，你的过日子就是劈腿、威胁、敲诈加勒索。这一巴掌是替过去那个瞎了眼的我自己打的，现在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下次再看到你就不是巴掌这么简单。你宋医生，你的战斗力好强啊，显得我这个男朋友好多余啊。下次遇到这种动作，粗活能不能交给我？给我个机会。看你表现喽。好了，那我去上班喽。快去。许仙瑶，宋医生，有空吗？聊聊呗。是林飞叫你来的吧？你们两个在楼梯间鬼鬼祟祟的，我都看见了。我劝你离他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人。别瞎惺惺的。宋医生，你真是好手段啊！沈医生都被你教的那么听话。与其这么关心我们群里之间的事情，不如好好看看你的直播内容是否合规。我的直播间被封了，你干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靠打擦边球、造谣声势吸引来的流量，最终也只会反噬你自己。你血口喷人！你在网上那些含沙射影、损害我和我院的行为，医院的法务部门已经开始取证，你好自为之吧。都怪你！上次在酒店你没拦住他，让他坏了我的好事，连个人都拦不住你。还不是他装作不认识我，害老子丢了这么大脸。你就是个废物你！你说谁是废物？你这个倒贴都没用的废物！你不是主播吗？啊？怎么不继续摆弄风骚了？怎么也被封了？林飞！哎呦我！你哎呀！吵什么吵？我们俩在这相互吵，高兴的是他们。我有个办法，要不要试一试？宋维宁不是最清高、最看重他的名声吗？
那我们就让他彻底臭了，臭遍全网，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最亲近的宋医生暗地里是什么下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贱人。可是光靠这个也不行啊，这不够啊！再说了，网友也不会全信啊。沈书明到时候请公关澄清事实，反过来告我们诽谤怎么办？必须有一个更大、更劲爆的新闻，让沈书明不仅不能保护他，甚至还自身难保。什么新闻？快说！医疗事故。哎，好主意，好恶毒啊！这次我要把他按死在泥里。我到时候还可以把他的照片放在直播间，让更多的网友一起骂他。放照片的时候违规操作，导致贝立强出现安全事故，医院内事故和人质我来安排。宋医生这个方案想法很好，但细节上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是这个字体的问题，医院规定正式报告要用宋体，你用的是什么？是楷体吧？去年文书规范方面规定允许使用楷体。还有，你这正文用的是小4号字，现在明确规定要用4号字。最严重的是你的行间距，一般要求是 1.5 倍的行间距，你这个明显是 1.48 倍吧？主任，1.5倍和 1.48倍肉眼根本看不出区别。打回去重做。等等，还有啊，你这份报告用了37页纸，太浪费纸了。主任，这内容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写的。你排版排得那么丑，整理整理不就有了？你这分明是无理取闹。怎么？做不到是吗？做不到就是你能力有问题，既能完整的呈现工作，又要精简篇幅，这才是能力的体现。你们看看这鞋，我这鞋又怎么了？鞋底那么硬，走路声音那么大，你是想吸引谁的注意？女医生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别总想着什么勾引男人。王主任，您要是更年期就吃点药，不要在这折磨我好吗？别总想着勾引什么男人。上次是你运气好，沈书明帮了你，但是这次可没人帮。勾引男人，是在说我吗？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我认为我女朋友这个方案非常完善，体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关于宋玉宁的这份经尿道丢激光前列腺晚除术标准化、流程优化及并发症预防方案，我恰好之前看过详细版本。从专业角度考虑，这份方案是非常详细、逻辑清晰，对术中关键风险预判和应急预案考虑得非常周全，甚至对我院现有设备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微调建议。术后并发症的部分，不仅引用了最新指南，还灵活结合了我院近3年来的实践病例数据进行了分析。从领导的角度，这份方案体现了宋一宁医生极高的专业水准和严谨的科研态度，对患者高度的负责精神。这种员工，我很安心。另外，王主任说运气好，不是，他运气差，他这么晚才遇到了我。我的运气很好，这么快就遇见了他。干嘛说这些？从男朋友的角度考虑，宋一宁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她是最好的女朋友，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你还有其他疑问吗？CP 是 CP， 生子生女的 CP 是真的啊！天哪，我磕到了！快看王主任的表情。我再回去看一看。王主任，咱们再聊聊。你干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个？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了？不高兴了？
没有。那你脸怎么红了？热的。以后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给你带早餐了，送你下班，帮你怼那些无聊的人，我很高兴。对。哎，走。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宋医生是那种人。网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有照片呢，怪不得王主任那天开会有那么大的火气。原来呀，不是空穴来风。走，我们去那边。经报：某三甲医院泌尿科美女医生宋某借职务之便，向患者强力推销天价保健品贝利强。哎，宋医生，我按照你网上说的，买了你推荐的神药，几千块钱花了，现在病更加严重了，必须给我个交代，要不然我就去医务科告你，上网曝光你，什么狗屁专家，你就是个骗子。先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就是个骗子，不承认是吧？我告诉你，我有证据，由不得你抵赖。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推荐信，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啊。宋医生，我们就是平头老百姓，靠种地挣点钱，你们不能榨干我们的血汗钱吧？像你这样的医生，就是医院的毒瘤，就是人民的叛徒。天哪，看着挺正经的，没想到是这种人啊！现在医生心太狠，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呀！老铁们看到了吗？这无良医生啊，现场被毒，必须给个说法。大家先冷静，这个推荐信是伪造的，签名也不是我写的，我从来没有推荐过贝利强这个产品，这是诬陷啊！哎，诬陷！嘿，哎，你看这是不是你啊？哈哈，还有你跟那个医院代表林飞是不是谈过恋爱？你敢不承认吗？那个贝利强就是林飞卖的，你还敢说你俩没关系吗？坏人，该打！别吵了，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任，有什么冤屈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置，绝不姑息养奸。院长，宋医生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科室乃至整个医院的声誉，不能不处理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近期收到的多名患者联合的实名投诉。宋一宁医生利用职务之便，向其男友林飞所在的公司代理的保健品贝利强进行不当的推荐，甚至存在暗示、诱导患者购买的行为。您看，这位患者由于刚才过于愤怒，拉着宋医生在走廊里大吵大闹的。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这事可能又上新闻的。有证据吗？有。这是他在内部系统里违规查询贝利强药性相关的患者的资料，里面还有其男朋友林飞在医药销售群里面炫耀的聊天记录，里面明确的提示了我女朋友在云城医院泌尿科能搞定之类的法。宋医生的男朋友不是沈主任吗？这个林飞是他前男友。是主任，他是我前男友。但是你不能因为我和人渣谈过一段恋爱就冤枉我呀。院长，现在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就是说我们医院管理混乱，医生和药代勾结，我们医院的声誉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受影响吧？对呀，我建议对宋一宁医生严肃处理，必须处理。院长，您看，这件事情已经发酵的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宝宝们，我最近真的太难受了。瑶瑶，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我本来可以参加到医院的一个大项目里，可是有的人怕我挡他的道，却被无缘无故的打压排挤。是不是那个姓宋的？听说他背景很硬，瑶瑶不哭，曝光他。别！大家别猜了，我惹不起他，但是我真的心里好难受啊！你们千万不要到云城医院的泌尿科去找宋一宁，
凭你啊！这有好戏看。这件事情在我查清楚之前，谁也别碰它。外面来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先跟我回家。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凭什么要我躲起来？这件事情不是偶然，你还记得上次联谊会？你的意思是他们是一伙的？什么这个那个的，没看患者还在等着给个说法吗？说法？你哪天挂的宋医生的号？在哪里买的贝利强？付款记录呢？我记不得了，就是他让我买的。10号。10号那天我没出门诊。10号、11号我记错了。证据呢？这签名这么模糊，你怎么证明是他本人签的？哎，那这聊天记录你还能抵赖吗？就是啊，这个时间宋一宁在手术台上，他在为陈市长的父亲做手术。你说他是怎么一边做手术一边发微信的？这我哪知道？你们应该处理他呀！你老问我干什么呀？就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宋一宁医生。你闭嘴！你嘴上说的是细节流程规定，你明知道这个人在说谎，还要把他带到李副院长这里来，当众表态说处理宋一宁，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宋医生有问题。你还真是为了迫害我们医院里的一名优秀医生，真是煞费苦心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咱们医院的声誉好啊！咱们医院总不能为了宋医生一个人，把整个医院都毁掉吧？你们七嘴八舌的都回去吧，我会认真调查这件事情。一旦查出来是谁，无论是谁，我都会认真处理的。你们先回去，不要让病人久等了。宋一宁，有多名病人指控你推销劣质产品、收黑钱、谋财害命，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请问你对贝利强的看法，还有你和药代林飞究竟什么关系？传闻你工作中消极怠工，连续多次出现医疗事故，还能在医院里屹立不倒，请问这是否与您在医院中拥有强大靠山有关吗？这里是医院，不要喧哗吵闹。等结果出来，我们自然会向公众说明。大家快，这就是他的表弟，医院的沈主任，官官相护，他们是一伙的。撕开他的保护伞，黑心医生，滚出医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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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胃？没事儿，天大地大，吃饭最大。起来吃点东西，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还挺可爱，你还能做出这么可爱的东西？我特意为你做的，你喜欢就太好了。来，看看这些证据。首先你看啊，它这个光影，这个角度是不对的。你呀，光是从你左肩上下来的，它这个光影的方向是从正上方走下来的。他这个签名纸质的和这个便利签纸质的纹理是不一样的。这 P 图人的手艺也太差了。还有，贝利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山寨的，就像那种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我要是推荐这种产品，我的专业判断能力是被狗吃了吗？他们指控漏洞百出。今天晚上你住我这儿，我怕你家有记者等着。我保证，等你明天起来之后，就让坏人排队来给你道歉，以我的名义成立内部调查组，启动1级内部审计。沈淑敏，怎么了？是不是吵到你了？再睡会儿，天都快亮了。我刚听见了1级内部审计，调动调查组，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权限？你的身份不一般，对吧？我都听到了。因为云城医院最大的股东
以及沈氏医疗集团绝对控股权的是我的父亲，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这是真的，所以你一直都在隐瞒。沈淑明，像你这种身份的人，是不是很享受这种居高临下的帮助别人啊？不，因为你专注的样子让我心动，我怕我这个身份会让你感觉到拘束，甚至让你推开我，所以才不敢说。但是现在这个身份唯一的用处就是保护你，还你清白。沈医生，那你这样算不算滥用职权啊？当然不算了，这算是合法使用权利，捍卫医院声誉以及我未来妻子的名誉。上次算计我的事情，看在结果的份上，我不和他们计较。但这次他们居然打你的主意，那就别怪我下手太狠。李飞和许新瑶背后推手，再继续这样追查下去，会很危险的。所以呢？所以，资金链和医院内部的暗线，我来调查。那我就从源头的患者查起。你把所有声称买到过贝利强的患者信息给我，我逐一进行排查。谎话编得再圆，面对面总会有些破绽的。一宁，这样太危险了。那些人如果真的被煽动起来，那就对你太不利了。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专业，和患者沟通找出病因也是。现在有人在我的专业里面泼脏水，还伤害一些无辜的患者，无论如何我都要亲自调查清楚。况且现在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你。我是云城医院的宋一宁，关于您父亲购买的贝利强产品，我有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宋一宁，你就是那个害人的骗子医生，你把我爸害得下不了床，还有脸上门？不是，您先冷静一下，那些都是谣言，我也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呀。您先开开门好吗，女士？女士，不管您信不信我，但是您父亲的症状排尿灼痛带血丝、小腹坠胀、发烧、尿液浑浊有异味，这些根本不是普通保健品引起的不良行为，这很有可能是急性的病毒性的前列腺炎。如果一直持续高烧不退，病毒入血再会引发败血症，那可是会要人命的呀。那怎么办？我现在需要您配合我做2件事：第一，立刻服用退烧药并辅助物理降温；第二，立刻送去医院，并告知医生病人的全部症状，包括服用过贝利强的情况。哦。你衣服怎么都湿了？大姐姐，你没事吧？我妈妈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吃糖。这个给你。妈妈还说，湿了要赶快换衣服，不然会生病。生病就要去医院看医生了。好，我现在就去医院。谢谢你，小妹妹。那你是乖宝宝哟，不客气。宋医生在哪儿？在哪儿呢？宋一宁呢？宋一宁出来！就是他，宋一宁，那个无良医生。家人们看呀，这就是云城医院那个黑心医生宋一宁，卖假药害人，把我二叔都快害死了。就是这个女人推荐什么贝利强，骗了我爸好几千块钱，我爸现在都还在医院躺着呢，谋财害命了。你还有脸回医院赔钱道歉，滚出医院！你太不是人了！这么多人因为你生死未卜，家破人亡，你还有心情吃棒棒糖？我们的苦难就这么让你感到快乐吗？你这个变态、垃圾、人渣！别！你们所谓的证据，
医院和有关部门自然会调查清楚。但聚众围堵、辱骂医护人员、侵犯他人肖像权益涉嫌违法，所有拍摄影像都会成为证据上交。保安，哼，骗谁呢？法不责众，大家一起上，打死这对狗男女，给家人出气！谁都是害命的，你小心点！你们现在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与人身威胁，谁再敢向前一步，或者对他有任何肢体接触，立刻报警，并保留所有涉事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哼，你算老几呀？你凭什么代表医院？就凭我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兼云城资本的最大控股人。什么？沈氏医疗集团的继承人？老板，你说整治的是个没钱没背景的女医生，这活我们就接了。但你可没提要碰瓷的是这么大个人物啊！这钱怕是有命赚没命花呀！走！你们我，姨娘，苏姨娘。你终于醒了，你终于醒了，担心死我了。苏卡，太挤了。你盯着我干嘛？检查报告上说你贫血，神经衰弱，你怎么能把自己弄成这样啊？天天加班，不吃饭，作息不规律，睡眠质量差，这不是每个医护人员的常态吗？喂，是宋医生吗？求您救救我爸爸！您别急，您先跟我说一下患者情况。我是白天往您身上泼水的那个人，是白天的患者家属。白天多亏你提醒，我们及时送医了。医生说还好送的及时，不然很危险。现在情况还在恶化中。医生说你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赶紧想办法救救我爸爸吧。您先别急，先跟我说一下患者现在具体的情况。他体温如何？最后一次排尿量和时间呢？小腹肿胀程度呢？您听我说，一步一步，别急，慢慢来。明白了，听明白了。宋医生，真的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按您说的做。白天对不住，真的对不住。你先照顾好患者现在的情况，明天如果时间方便的话，我会再过去看看的。谢谢，太感谢了，宋医生，你不是网上说的那种黑心医生，你是好人，谢谢。人间自有真情在，宋医生的粉丝多了，我的竞争对手就更多了。油嘴滑舌。刚才你倒下去的时候，我担心死你了，我的呼吸都快停下来了。该道歉的人不是你，是那些躲在暗处朝我泼脏水、扔石头的人。你来了，把我从那里带出来了，这就够了。放心吧，我没事儿，只是有点冷。沈淑民啊，你要是再这样，你就改名叫沈大狗好了。给我缩回去。哦。我早上去患者家，他们给了我这个贝利强的空药品。家属跟我说，这个药品上的生产厂家信息和批号、和药盒上的不一致，而且你看，这个关键成分的信息标注自己特别模糊，像是后来贴上去的。狸猫换太子。他们当年很有可能用了虚假的配方，通过了审核，再偷换概念，然后就生产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李副院长，我是沈淑明，立即启动紧急程序，调阅2年前贝利强医疗器械初次申报的全部纸质档案，包括所有送检样本记录，审批意见底稿。现在有重大发现，我和宋医生马上到档案室。要调阅2年前的档案，按照医院的规定，需要填写历史档案，查阅申请表。这个表，我找找。我没有李副院长的特批，
电子批文已经发到你邮箱了。哎呀，我想起来了，电脑坏了，系统打不开了，要不你们明天再来？那我们也可以手写是不是？麻烦您拿下表。手写表格也需要符合规定。这样吧，我给你们复印一个样本，你们照着贴。这样，我们就不进去了。你帮我们把贝利强 YQ20190447那份档案取出来，我们在门口喝茶。这不好办呐。第三库房昨天进行了虫害消杀，按照规定48小时不准进人。您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你别为难我呀，规定是这样的。再说这么久的档案，出现一些损毁也是正常的嘛。林飞，他们查到档案室了，要是他们把原始档案移交到纪委，咱俩都要完蛋。这些档案呢，时间太久了，虫蛀、鼠咬、受潮发霉，还有整理的时候不小心遗失损毁了，这些都是难免发生的事儿。哎，没办法，我们只能报废处理。您这么拖拖拉拉的，是想毁灭证据是吧？沈淑敏，上。遵命。你说这个章是盖在申请表还是盖在离职表上？我现在就去拿。那沈淑敏，你看样本标注的活性成分含量和药瓶上标注的相差10倍，10倍啊！辅助列表也少了3种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提交的是符合标准的精心伪造的高配方案，而实际生产销售的却是缩水了10倍不止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明显的造假，既然通过初审，这份资料的经办人和初审人都应该进监狱。还有这签名，有了，这个签名，经办人和审办人都是王玉芬，是王主任。我要封存所有相关档案，以及2年前所有参加贝利强初审与评估的相关人员到纪委办公室。关键证据，我要和你亲自带回去。太好了，找到了最关键的证据。没想到王主任他居然为了钱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己身边一起工作的同事是这样的人，会害怕吗？我只恨没有早点找到他，他害了那么多人。小心！是他，林飞公司那个销售，之前在医院门口闹事中的人就有他。报案！这个人涉嫌伤害、故意抢劫，告诉警察，他是贝利强重要嫌疑人。沈淑敏，没事吧？受伤了，让我看看。没事，皮外伤。他们狗急跳墙了，这说明我们要找的东西戳中了他们的死穴。不惜用这种方式也要抢回去。对，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这都肿成什么样了，还说是皮外伤呢？傻不傻呀？干嘛用背去挡呢？不然呢？让你那漂亮脸蛋儿去接轮胎呀，多不划算！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下。下次不准这样了，我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想看到你这样。没有下次，我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2次。别的地方也有点疼，你帮我检查一下。哪里？还有哪儿啊？沈淑敏，你耍流氓！不是耍流氓，是申请专业检查。我的特殊疾病不是只有你才能治吗？主治医章
是不是该履行一下复查义务？确认一下关键性功能是否完好无损？沈淑明，别闹，你背上还有伤呢。背上的伤不影响功能检测。宋医生医者仁心，你不能对患者的疑难杂症视而不见吧？尤其关系到患者未来的幸福。你躺好。说，紧急情况，那个袭击者招了，是林飞指使，目的就是抢夺或销毁证据。而且他透露，林飞可能察觉到风声不对，正在紧急转移财产，有潜逃迹象。我们申请立即对林飞及其公司还有那个许新瑶实施监控或限制出境。批准，立即执行。同时申请经侦介入，彻查林飞与公司所有亲戚来往，尤其是与医院内部人员异常交易。还有王耀德那边也加把劲儿。许新瑶，没错，是我。你现在得意了吧？现在全网都在骂我，我的账号也没了，钱也没了。那些以前跪舔我的大哥，全把我拉黑了。就连 Amy 姐都说我是烂泥，扶不上墙。这一切都是你的错，都怪你。许新瑶，你不要把你自己失败的人生都怪在别人头上。你不就是攀上了沈淑明吗？我攀他，我宋一宁走到今天，靠的是我每天10几个小时站手术台，靠的是我手上成千上万个案例。你呢？没有人逼你去勾引沈淑明，也没有人逼你去和林飞一起造谣。你的路啊，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歪的。宋一宁，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个最讨厌的高高在上的脸。你以为你现在就赢了？我告诉你，林飞那个王八蛋，他还有后手呢。到时候我等着看你一起下地狱。是吗？他还有后手？那你呢？你什么意思？你除了被林飞当弃子扔、当枪使，你还剩下什么呀？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把林飞指使你造谣、伪造证据，包括他公司财务的全部黑料整理出来，交给警方或者监察部门，争取宽大处理。天亮之前，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凭什么信你？我要是把这些东西交给你，那我不就真的如你们所愿了吗？许新瑶，我可是在给你指一条活路，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你还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跟着林飞一条路跑到黑，等他先下手为强，把脏水全都泼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连给我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言尽于此，你自己考虑吧。沈院长，好手段啊！各位领导，你们都被他给骗了，什么受贿，什么违规采购，这都是幌子。你就是为了给宋一宁出气，故意栽赃陷害我的。当初资料那么多，审核有疏漏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只抓着我一个人不放？你敢说你不是公报私仇吗？贝立强在2年前申报时提交的样品资料与实际流通产品存在严重根本性的成分与规格差异，已经涉嫌商业欺诈和
提供虚假材料，而你是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主任。无凭无据的，你说宋一宁的签名是假的，那我的也不是真的。这是近半年来王主任个人账户、一场资金的流水记录，以及与林飞名下空客公司的隐秘关联流水。要我在这里详细解读吗？这林飞不是说都处理干净了吗？王玉芬，你已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你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宋医生，真是不好意思，之前都是误会，对不起。宋医生，你真厉害，顶住了那么大的压力。一宁辛苦了，我们都支持你。那，这宋医生，欢迎回来！欢迎！哎呀，你们花这钱干嘛呀？咱们科的定海神针回来了，必须庆祝。这几天你不在，这些烦人的病例我们探讨了很久，脑袋都大了，就等着你回来掌舵了。各位同事、各位病友以及家属，现在是临时广播时间。我以运城医院院长的身份作出以下通报：针对近日网络上宋一宁医生一系列恶意诽谤，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均为泌尿科原主任王佑德、医药代表林飞、网络主播许金瑶等人捏造。宋一宁医生在此次事件中是纯粹的受害者，他的专业与清白不容玷污。云城医院始终坚持患者至上，医德为先。对于任何试图以不正当手段影响医疗公平、伤害医护人员名誉、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我们都将以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在此，我代表医院向宋一宁医生在此次事件中承受的巨大压力和伤害表示最深切的歉意和最坚定的支持。我的天，院长亲自广播平反，宋老师，你的牌面也太大了吧！咱们泌尿科这回是不是要出名了呀？以后呀，是叫院长夫人科室，还是叫圣手科室啊？宋医生，平时院长说话呀，冷的跟手术室里的超声刀似的。今天这广播词儿，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呀，都不用干活了吗？赶紧的，该查房的查房，该写病历的写病历，手术安排都看了吗？谁要是在这跟我尿频尿急似的说个不停，就留下来跟我看尿洞里写最新论文。哎呦，宋医生害羞啦！院长夫人发话可不敢不听哦。干活去！林飞太狡猾了，贝利强公司的注册法人是他的远房表弟，而且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0万，所有银行流水都经过境外账户洗过一遍，关键文件上也找不到他的直接签名。王主任那边已经承认收下钱了，但咬死是商业咨询费，而且只能追溯到中间人和林飞那边的直接关系被切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知道他是幕后黑手，却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除非他自己亲口承认，否则很难定重罪。我有解决的办法。喂，林总，快来医院看戏。宋莹和沈淑明闹掰了。宋怡正在闹着要辞职呢。真的假的？他们不是感情好得很吗？那还不是林总手段好，坏事做尽，却让他们抓不到把柄。那个宋莹说，沈淑明没有你聪明，他就是个废物。活该，这两个自以为是的蠢货。狗咬狗一嘴毛。那可不嘛，这么好的戏，林总，你确定不亲自来医院看看？我现在就过来。哼。啊，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放心吧，谅解书我已经签了。希望你从今以后可以洗心革面，好好做人。我开了一个新的直播间，
现在学习怎么考大学。与其要男人，好好提升自己。到时候，你记得给我点个关注。一定。哎呀，哟，宋医生，听说你要辞职啊？林飞，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和沈医生，可惜啊，金丝雀飞了。林飞，别太得意。我为什么不能得意啊？所以啊，你想想，你最后都有什么？工作没了，男人也跑了，我却好好的。你们费尽心思想要搞垮我，可最后呢，我照样吃喝不愁。所以你是来示威的？我是来发慈悲的。哼，只要你现在像狗一样下跪求我，我可以考虑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别逗了，林飞，你都死到临头了。李建国72岁导致肾衰竭死亡，查他，这绝对是伪造。沈书明是院长，他盖个章还不容易啊？哼，想炸我没门儿！林飞，你个杀人凶手！我要告到你牢底坐穿！我要告到你家破人亡！这一定是巧合。喏，张淑芬，68岁，服用贝里强吃后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现在还住在 ICU。你不信我是吧？那我现在给张淑芬的家属联系。这都是意外啊！吃药都有副作用，贝利强也一样。所以你承认贝利强有问题？哼，承认了又怎么样啊？林飞，法医在李建国体内查出了超标10倍的工业淀粉和不明添加剂，你说这是正规药物该有的副作用？不可能，我用的是食用淀粉，怎么可能超标10倍啊？啊，虽然是最便宜的，但是也是能吃的，不可能吃死人的呀。所以你用的是食用淀粉？对，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那个，一吨才3000块，但正规的要8000块呢。供应商说可以延长保质期。这，你在套话，把录音笔给我。把录音笔还给我！林飞，你杀千刀的，还我拿命来！他找你去的，那杀千刀的拿命来，罪该万死！已经联系了警察局，警察马上就来拘捕他们。这下他再也跑不掉了。你认不认识宋依林医生啊？能带我去找他吗？你找宋一宁有什么事吗？我是他妈，他把我手机拉黑了。你跟我来，其他人还要上班。他们上班，你不上班，你是干啥子的呀？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你女儿的男朋友。把那些菜挪过去，莫挤到我。你啷个刚来呀？快坐，快坐。你怎么来了？没教养，啷个跟你妈说话？你跟小生在一起，一定要懂得低眉顺眼的规矩。我都跟他说了，你命贱，克夫，他不介意。傻姑娘，你要撞大运了。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你知不知道我最近都经历了什么？跟我有啥子关系嘛？反正你该背时。小生已经答应我了，你舅舅的建材公司和你表妹的工作和我养老，他都能解决。你都答应他了？你都答应他了？
小沈啊，要我说，那种女人真的不能娶，脾气大，工作脏，年纪也不小。我娘屋头有个侄女儿，刚满20岁，水灵灵的，比一灵儿强100倍。要不阿姨给你介绍介绍？不怕，有我。阿姨，你刚才提的那些要求啊，建材生意、安排工作、彩礼房子，我的确能满足，但是有个前提。姨娘，你愿意我帮他们吗？我不愿意。哼，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合起伙来耍我！我是你妈，你们都恁个对我呀？你刚才在外面说他工作脏，年纪大，没人要，脾气差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她是你女儿啊？我的不是对她好嘛？姑娘大了也不早点嫁人，老了谁要嘛？她不需要，结婚是她自己选择，任何人没有权利干涉，包括你。那我就搬来和你们一起过。好啊，你们不答应，明天我就上你们医院去闹去，让你们医院全院的人都晓得你宋一莲不孝，连亲妈都不管，我让你在那个医院待不下去。在我的医院，连我的女朋友待不下去。我今天请你吃这顿饭，就是让你明白2件事。第一，我有能力让你过上好日子，也有能力让你在这个城市活不下去。第二，你过不过得上好日子，全看一宁高不高兴。他要是愿意，我将按最高标准替你养老；他要是不高兴，我会送你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那里手机没信号，快递也收不到，连打麻将的人都找不到。不能，你们不能那个对我。我能。这是最后一笔钱，够你在小城市安稳过日子。现在请你离开他，不要出现在一宁面前。一宁，现在再也没人能逼你结婚了。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把他带出来，他真的会在医院闹。从今往后，我只往前看，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以后的事情我们一起扛。哎，王姐，什么事儿？我这病历还没写完呢，怎么了？这是什么？打开看看。医院董事会特批的，纪念也是肯定。宋一宁，你的战场在这里，你的光芒应该被所有人都看见。宋一宁，你有病啊？这么大声干嘛？宋一宁，我们相遇于一场乌龙，相知无数个并肩作战的日夜，相爱彼此最真实的模样。我知道你不喜欢浮夸，不喜欢被束缚，你喜欢脚踏实地，用双手去创造价值，去治愈。所以，我没有准备盛大的仪式，没有鸽子蛋，这枚戒指足够坚固，可以陪伴我们经历无数次手术室的消毒。它设计足够简单，它就像一个无声的誓言，安静地陪在你的指尖，和我一样，安静且坚定地陪在你的身边。宋一宁，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让我以丈夫的身份，继续做你的战友，做你的后盾，做你疲惫的港湾。和你未来人生路上唯一的同行者吗？你愿意嫁给我吗？沈院长，你这算不算利用职务之便？流程合规吗？报告宋医生，流程完全合规，这是我自费走的是私人渠道，未占用任何医疗资源，请组织审批。那审查通过了，不过光说可不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你完全被我合法占有了，
余生请多多指教，手术台上，还有人生路上。对了，既然求婚成功了，是不是得有点表示啊？比如把你那个超级大的书房分一半给我，放应用点击和模型啊。整个书房都是你的，我只需要一个角落可以放我的电脑，还有你就行。油嘴滑舌，只对你。走吧。去哪儿？回家。